中午12点钟才靠港维多利亚，那乘客一窝蜂地涌出船舱，7点钟之前必须返回船上，没有报名参加任何行程。在这小岛上该去哪里呢？离开 Tracy Arm 峡湾后，第7天的阿拉斯加邮轮来到了最后一站——加拿大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市。心心念念着想着要去布查德花园，但是游客中心的大姐说，来回车程加上等车塞车的时间，大约需要1个半至2个小时的往返，而且还要赶在7点之前上船。那只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花园里，行程太仓促了，不值得远道而来只打卡一个景点。因此，我们放弃了，而选择一般邮轮乘客会走的路线：维多利亚内港、皇后酒店、BC 省议会跟唐人街。从港口到维多利亚市中心有好几个交通工具选择：计程车、人力车、马车、3轮车，任君选择。我们选择巴士往返港口到皇后酒店上下车，在市中心用步行的方式来感受这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如果不花加币15元搭巴士的话，那你也可以走路25分钟从港口到维多利亚市中心。巴士让我们在酒店门口下车。那这座最有女王气质的皇后酒店呢，是在1908年成立，它俯瞰着维多利亚美丽的内港。7层楼高的哥德式屋顶，铜边的屋檐，多边形塔楼阁台，更是显得华丽优雅。真不愧是皇后酒店。它在1981年正式被指定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遗迹。好像有历史的饭店背后呢，都有它精彩的灵异传闻，而皇后酒店也不例外。那韦明生首屈一指，连加拿大百科全书都记载了酒店里的鬼魂目击事件。那碍于篇幅，鬼故事我就不多说了。但我比较好奇的是，酒店它不否认闹鬼，而客人也愿意花大把的钱去住宿，这真的很有意思。说到温哥华岛，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众星拱月的维多利亚港。那游客中心就在内港的入口，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都围绕着港口，包括刚刚所介绍的皇后酒店，还有旁边的省议会大楼和 BC 省皇家博物馆等等。维多利亚港它还号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之一，那大小船只都可以停泊在这著名的城市中心，水上飞机的起飞降落，还可以听到海港街头的音乐表演和手工艺品的展览。港边的花圃里还有用花草种植堆成的 Welcome to Victoria 字样。看得到吗？这些红色的花。很可惜，我无法久留到夜晚。那听说黄昏的景色目不暇接，夜晚的维多利亚港有了灯光的加持呢，是别有一番风味。我沿着内港走到 BC 省议会大楼，白天庄严肃穆，夜晚会有超过3000个灯泡将大厦点亮，非常的绚丽夺目。但有趣的是，
传说这座霸气的巴洛克建筑上方铜做的圆顶是工人泼洒马的尿来加速铜氧化，才变成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漂亮铜绿。你相信吗整条街都是真的花在点缀，这都是新鲜的花在点缀。哇，你看那好漂亮哦，在花园里面吃东西，而且那里面的人都好漂亮哦。为什么都在里面的人都是金头发的？爸爸，你有没有看到？继续，我们往北走，来到了唐人街。这是全加拿大的第一个中国城。在19世纪，北美的淘金热吸引了清朝末期动荡不安的中国南方移民来到维多利亚定居。新移民从事的工作也多数是以太平洋铁路修建或是挖采金矿为主。来到维多利亚唐人街，绝不能错过了就是这条早期华人移民的起始点——番滩巷。它号称是北美最窄的商业街，最窄的地方不到90公分。这小巷非常的隐秘，商店的背后呢，还有很多四通八达的羊肠小径地下通道，因此也成为当时赌场鸦片馆可以藏污纳垢的烟花流巷。巷子里的建筑风格、商号都还保留着19世纪的原貌，如今它也被列为国家保护级历史文物遗产。对了，成龙有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他像蜘蛛人一样，双脚蹬着两边的墙壁，蹬蹬蹬的蹬上了屋顶。维多利亚市区真的很小，我走了一个下午，享受英伦风情，拍拍照、逛逛街、吹吹港湾海风就走完了。不参加行程，发现慢活看世界也是一种旅行。欧风建筑、古典的路灯挂满了美丽的鲜花，温暖的气候、舒适的生活环境，难怪被选为加拿大最浪漫城市第1名。傍晚7点，我们照惯例提早1个小时上船，来到顶层甲板，捕捉维多利亚港的黄昏。随着夕阳没入海面，我们7天7夜的阿拉斯加邮轮也在这里画下句点。以前总觉得阿拉斯加好比天涯海角遥不可及，那其实搭邮轮深入阿拉斯加就这么简单。有了这一次的阿拉斯加邮轮旅行呢，很快的我将会计划阿拉斯加陆地旅行，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和极光等着我。